2022年，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石油量同比上升47.8%。在哈国一系列能源合作伙伴中，中哈石油贸易体量增长幅度稳居前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哈国对中方47.8%出口增长幅度的背后，却仅仅是530万吨原油，占据哈国原油出口总量的8%。那么，哈萨克斯坦明明与中国毗邻，为何与华石油贸易合作体量如此有限？反倒是距离相对较远的欧洲占据了哈国80%以上石油出口市场，这又是为何？在亚洲地区，中亚国家石油存储量和开采量都比较高，尤其是伴随着勘探技术与开采技术的不断成熟，里海地区的广袤石油资源陆续被人类发现，这让中亚已经成为本世纪全球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几个重要世界能源开采区。中亚一度荣获小中东之称。根据不完全统计，中亚地区目前的石油贮存量至少在300亿吨以上，天然气存量可达近10万亿立方米，其中又以哈萨克斯坦油气存储量最为丰富。即便放在一众独联体国家中，哈国也是排名第2的产油大国，每年原油生产量一度可达9000万吨左右。从世界排名来看，在近100个产油国家中，哈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前15名。目前勘探数据显示，哈国境内原油可开采量约在23亿至36亿吨之间，国内油田超过200个，潜在能源可开采面积达到170万平方千米。与此同时，哈国石油开采能力也较为突出。早在2005年，哈国每天就能产出30万桶石油，但与此同时，其国内消耗约在20万桶左右，每天石油进出口量可达10万桶。截至2018年底，哈国石油年产量超过9000万吨，其中7000万吨石油出口到了国外市场。2022年，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更是来到了150万桶每天，位居世界前10。然而，与哈国对欧欣欣向荣的石油出口相比，中哈两国之间的石油贸易往来可谓是惨淡无比。中哈石油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通道的不断拓展，哈国成为中国在中亚的主要石油自由合作国。1997年、2003年，中石油2次购得哈国石油巨头阿克吉欧宾公司85%的股权，并参与到了哈国的石油项目工程中。2004年，中石化拿下田吉兹地区50%油田股份。2006年，中信集团收购加拿大在哈全部油气资产。在石油运输管道方面，中哈石油管线是中国第1条跨国原油管道。规划中的2期中哈管道一旦建成，将把哈国石油带入中国东部沿海，甚至输出至远东地区。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哈石油合作规模还远远没能达到预想中的繁盛局面。2022年，哈国共计向国际原油市场输出6520吨原油，实现出口额469亿美元。其中仅有530万吨石油进入中国市场，仅仅占据其原油出口总量的8%，其他绝大部分原油全部涌入了欧洲市场。实际上，不单单是今年，欧洲向来是哈国的主要石油输送地区，绝大部分石油出口都是从俄罗斯经里海管道进入欧洲市场，比如意大利、荷兰等等。且目前哈国石油运输管道铺设也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南北延伸的方式进入欧洲腹地。那么，哈萨克斯坦为何放着中国这么一个近邻大客户不管不顾，非要把大部分石油卖给欧洲人呢？如此大费周章的背后，哈萨克斯坦究竟图什么？立足现实来看，其实出现这种局面也并非哈国所乐意见到。加强与中国石油贸易合作，建立多元化石油出口市场，也一直是哈萨克斯坦人的夙愿。但奈何受到外部势力影响，这一设想迟迟未能落地。首先，哈国石油进出口受到俄罗斯的严重制约。中亚属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畴，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北约东扩、西方联盟不断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的情况下，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不容动摇。且俄罗斯与哈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哈国北部居住着大量俄罗斯人，在多联体国家中，哈国俄罗斯化程度最深，与俄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管道很多是当年苏联时代的工业遗产，他们大都通过俄罗斯。这种情况势必导致哈国石油政策必须对俄罗斯亦步亦趋。虽然中俄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但在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出口方面，中俄两国客观上存在着竞争。比如，中哈石油管道协议达成后，俄罗斯就立即提高了哈石油的出口价格，想以此拖延中哈两国石油管道的合作进度。此外，俄罗斯还通过修建中俄石油管道项目，降低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的兴趣，力图最大限度地控制哈国能源市场。除俄罗斯之外，另一对哈国石油政策导向形成前置的国家，自然是美国。
美国的能源外交特点是确保既得油气利益，鼓励大公司抢占战略地区。为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甚至不惜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通过军事实力来构建自己的石油帝国。而美国介入哈国石油市场的意图之一，就是要控制该国的油气资源，以及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边境线上的输油管道，企图在能源供应问题上牵制俄罗斯和中国，从而在经济方面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美国是较早进入哈萨克斯坦石油领域的西方国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的大型石油公司如埃克美孚、雪佛龙和康菲等公司都曾早早大举进军哈国石油市场。据统计，美国对哈石油投资已经积累数百亿美元，哈国目前最大的3个油田背后都站着美国人。这种局面为美国向中俄施以能源领域的打压提供了便利条件。事实也的确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中哈能源合作的问题上采取打压政策，竭力阻挠中哈石油管道的建设。2003年，英美两国就曾动用所谓的优先购买权，否决了中海油的购买。不仅如此，美国还抛出政治意味十足的巴库杰伊汉管线搅局，与中哈管线争夺。随着巴杰线和中哈管线的相继开通，在开采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巴杰线管道对西方出口量的增多，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出口量的减少。除中美俄3国的博弈之外，日本、印度、韩国等石油消耗大国近年来也纷纷进入哈国石油市场。任何一个石油进口国的介入，都会无形中分走中国的石油份额，最终就导致了中哈石油合作至今情景惨淡的局面。更无奈的是，即便在这场多国能源博弈中，哈国想偏向中国，似乎也有心无力。哈萨克斯坦虽是全球排名前列的石油出口大国，但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却远远匹配不上这个排名。石油管道铺设进度的无力与缓慢就是一大表现。目前，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铺设大部分只集中在哈国西部地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输体系，且现有油田开发与已有管线、码头、港口深度绑定，很难在原有线路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管线体系。不仅如此，管道最终基本只导向欧洲市场，目标非常狭隘。在其石油开采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原有线路已经不能为哈国国内外市场提供充足保障。即便哈国想要继续开拓中国市场，自身也无能为力，只能单方面依靠中国的介入。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地区属于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但该国的油气资源法律法规却是个例外，变动相当频繁。政府不断加强对油气资源领域的控制和干预，造成有些法律条款相互冲突，有时甚至用行政手段代替法律程序，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大。比如《矿产资源与地下资源利用法》，从1995年7月颁布到2000年12月为止，就以总统令形式在颁行后2年修改过2次，以法律修正案的形式修改过10次之多。就由于哈国体制和管理不善，执法中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致使法律上的投资优惠在执行中因有法不依而大打折扣，无形中加大了投资的风险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企业对哈石油投资的风险系数。最后，哈国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其石油市场的发展。中亚地区以及中国新疆的各种极端非法政治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相勾结，严重威胁着哈国的地区稳定和国际能源合作的正常进行。其中，伊斯兰极端政治组织、塔利班政权等与分裂分子沆瀣一气，屡屡以恐怖势力要挟中亚各国政府来实现其政治诉求。且由于能源是哈国的立国之本，恐怖分子为了达到恐吓的效果，必然会以油田、油气管道、炼油厂以及外国公司为打击目标。贯穿哈国和新疆地区的石油管道尤其容易遭到极端分子的破坏，因此西部边境地区的稳定在确保两国石油合作中尤为重要。与欧洲能源市场繁荣的景象相比，中哈石油贸易往来可谓是情况惨淡，但这种情况也并非哈萨克斯坦乐意所见。外部美俄等大国持续向哈国施加压力，阻挠中哈石油合作展开。内部经济滞后，法规尚未健全，局势持续动荡，也在拖着哈萨克斯坦石油市场走向多元化的脚步。种种因素交织，自然造就出了现在的局面。